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 J Invest，我是 J，我还是有点生病哦，所以声音如果很奇怪的话，大家见谅。今天我们来聊一下 Tesla。之前有一位观众想让我聊一下它，顺便它也是我持股最久的一个公司哦，我也一直想要去讲一下它。那今天的主题就是 Tesla 为什么会值300倍的 PE。如果我要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的话，那就是 Tesla 它可以解锁物理世界的 AI。那可能有朋友会问，那物理世界的 AI 又有什么不同，对吗？那如果我们对比一下 Digital AI 和 Physical AI 的话，那么会发现它们的 TAM 也就是 Total Addressable Market， 它们的大小是有一个量级上的一个差别的哦。那像 Digital AI， 它的整个TAM 就是2到3个 trillion， 主要就包括像是搜寻啊，然后 IT 啊、广告啊这些方面的一个，还有媒体方面的一些花费、消费这样的一个产业。那如果 Physical AI 的话呢，那几乎就是涵盖了我们整个物理世界的大多数的一个经济活动啊。那它自然就包括像交通啦、那制造还有普通的一些物理的一个劳动力的一个工作哦。那这部分它的整个 TAM 就可以达到50到100个 trillion。那 Google 它目前的一个市值是在4个 trillion， 对吧？它也是一个 full stack 的一个公司，从上游到下游，从芯片的设计到下游的一个应用，它都有在做。那对标一下 Google 的话呢，还有 Digital AI 与Physical AI 它们之间 TAM 的一个差别的话，那 Tesla 可能它作为物理世界 AI 的一个领导者的话，它最终能达到一个市值，你说是10个 trillion、20个 trillion， 其实都不算奇怪，对吗？OK， 那这是最直接的一个回答。那当然，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呢，我们当然是不能只看说一个很大的一个故事，对吧？因为你说你可以解锁这样的一个TAM， 那你真的可以做到吗？所以我们会借助其他几个问题来对Tesla 的一个估值的框架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那数字的准确性方面呢，大家不用太过纠结。我从财报里面抓的数据都是准确的，但是你怎么去给它这个 multiples， 还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去估，对吧？但是给大家一个框架的一个了解，我觉得是足够的。OK， 那除了300倍的 PE 这个事情之外呢，我们其他想要回答一些问题，就是它目前的价格是不是太贵？OK， 那我是觉得还好，但确实有一部分是梦的成分。OK， 那第三，那 Tesla 它目前在做哪些业务呢？那就是有它的一个 EV， 就是车的这部分，对吧？电动汽车，能源的部分 ，Powerwall Megapack Megablock 这样的，对吧？还有服务的方面，就是包括车的一个维修啊、trade in， 然后再卖掉，还有它的一些 insurance 这些，那保险的部分。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软件的服务，像是 FSD。对吧 ？FSD 的一个订阅售卖，Robotaxi，它目前还在试运营的一个阶段，一个平台的一个服务，当然也和它的 FSD 结合在一起。那最后的一个大的业务就是 Optimus， 那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非常初级的一个阶段，因为还没有量产，准备要量产，对吧？那这就是特斯拉整体的一个业务。那它目前属于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呢？就是车和能源算是处于还在成长的一个阶段，能源成长比较快，车成长比较缓慢，但车这部分，我觉得它和之后 Cybercab 还有 Robotaxi 它的发展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哦。那服务的话呢，就是你整个在运行的在跑的一些车的数量有很大的关系嘛，所以它也处于一个在成长的一个阶段。那 FSD 我是觉得还没有开始接受它的增速 ，Robotaxi 更是刚刚开始 ，Optimus 它甚至还没有开始。所以有很多业务它还处于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阶段，所以要给它去进行估值的时候呢，我们就可能有2个大的一个方向去吧。第一个就是你就把它当做是一个物理世界 AI 的一个领导者，而且是一个 full stack 的领导者。那 Tesla 它是很有名在它的 vertical integration， 对吧？就是它整合自己的供应链，然后可以去压缩它自己的一个成本，然后让自己的 margin 变得很高，相对于大多数的一个车用的企业来讲，所以他做制造业是非常强的。那当他们在做 Optimus 这样的一个机器人制造业务的时候，他们的这种优势还是会存在。所以对标Digital AI 的Google， 那 Tesla 就是这个物理世界的一个 Google， 我觉得它会是物理世界 AI 的一个领导者。那对比他们2个潜在市场的一个差别的话呢，我觉得Tesla 它的一个市值最后达到10个 T 或者到20个 T trillion 这个都是可能的。OK， 那另外一个比较脚踏实地的一个估值的方法，就是把他们每个业务都拆分开来，然后去估值。那成熟的按照成熟的方式来估，不成熟的按照成长的方式来估。那估完之后，我们把它加到一起，那我们就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价值的一个概念，对吧？那最后一个可能有的朋友会关注的问题就是 Tesla 它的股价波动性非常非常的大，对吧？在 Max 7里面就只有它一家是这样的，那自然就是因为它有很多不确定性嘛。那你是否应该去考虑投资它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主观的一个回答，跟每个人的一个风险的偏好还有仓位的控制都有非常大的一个关系。但是像 Psychology of Money 的那个作者 Morgan Housel 他就讲过，说是波动性是进入这个投资市场的一个门票嘛。那有的时候高的波动性就可能代表着一个高的一个回报，对吧？所以我觉得如果想要参与特斯拉，当然你完全可以不参与，但如果想要参与的话，可能就是控制好你的仓位，在一个非常你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不用去管它，让它慢慢的成长。OK， 那这就是今天我们会关注的问题。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会选其中最值得分析的一些部分，比如说特斯拉在做的哪些业务，然后以及怎样去给这些业务去进行分开的单独的一个估值，那最终还有特斯拉它整体的一个估值的水平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我推荐大家去看接下来内容的方式，就是我会给每一个内容加上一个时间戳time stamp， 然后大家去选大家感兴趣的那部分的业务的估值，然后去观看，这样的话看起来就不会那么累。我希望它会是一个比较短的视频了。OK， 那首先如果我们来看一下特斯拉它目前的一个最新的一个财报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它主要的一个营收还是来自于它的一个 auto sales， 就是它车用的一个卖车的一个收入。OK， 那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呢，就是它的 energy generation 还有 storage， 就是能源的业务，它也是占一个不小的一个部分。那最后一个就是它 services， 跟它车的维修相关的，还有二手车的售卖，然后还有充电这些部分。那像其他像 FSD 还有 Robotaxi 还有 Optimus， 它甚至都还没有出现在财报上面，对吧？当然 FSD 它是有一些还没有被认列的一个收入了，因为它还没有完全 deliver。OK， 但是整体来看，它还有一半以上的业务都还没有开始赚钱，对吧？那 Q3 的一个 revenue 也是在 28.1 个 billion 这样的一个量级，它如果跟 Google 比起来，它就显得特别小，因为 Google 它的 Q3 的一个 revenue 已经达到了100多个 billion 了，所以特斯拉还是处在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状况。OK， 那盈利的状况我觉得不用多去分析，它现在的一个整体的状况就是说它的车用的业务可以赚钱，然后能源也可以赚钱，然后那这些赚的钱呢，能够支持它去做研发，让自己的一个现金流是正的。那好的现金流呢，就可以保证它去对之后的研发有一个可持续的一个支持。那至于它交车数据等等，我觉得应该很久以前大家已经都不关心了，因为如果只是看车用的话，它的估值可能就只有几十块而已，所以我们就不太多去讲它的财报。那如果要去了解特斯拉这么多年业务的一个更迭的话，我们可以去看一下特斯拉的 Master Plan。那到目前为止，特斯拉一共发布过4个版本的 Master Plan。OK，Part 1和 Part 2是 Elon 写的，就是他们的 CEO Elon Musk 写的。那 Part 3和 Part 4就是之后整个特斯拉的 team 写的吧。那第一部分的话呢，06年的版本就是只是把坐车这件事情变得可行，对吧？就是它可以把它的电动车做出来，然后可以量产。那第二部分的话呢，就是把能源业务和车的业务结合起来，并且提出了FSD， 就是 self-driving 的这个一个概念。那第三部分的话呢，就是他们要去把整个宏观经济里面的各种能源消耗的部分都把它用可持续能源去替代。那第4部分就是最新的一个概念呢，就是他们想把硬件和软件整合起来，然后去把 AI 去渗透到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工具还有劳动力当中比如说像是交通，比如说像是机器人去替代很多人类不想做的工作，或者说是提高它整个效率，降低成本，甚至去成倍的去释放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生产力这样的一个概念了。那同时它还是坚持它的一个 sustainable， 就是用绿色能源去支持这一切的实现。OK， 所以我们看最新的一个第4部分的 Master Plan， 我们就知道特斯拉它想要做什么。OK， 它想要做的就是用 AI 去把物理世界的一个硬件去让它变得智能化，然后去释放整个物理世界的一个生产力，让 GDP 有一个成倍的一个增长，让整个人类的一个生活水平都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高，然后成本变得非常低。OK， 那如果我们去拆分一下特斯拉它整个大的一个 business segment， 就是它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分类的话呢，可以把它拆分为车用还有AI 相关的一些产品。那另外一个大的部分就是能源。OK， 那车用的部分我们把它分得更细一点，它就是有软件有硬件，对吧？那硬件我们就不讲了，它就是卖车的部分。那软件的话呢，它就包括像是 FSD， 还有它想要做的 Robotaxi， 这2个商业模式完全不一样。那剩下的软件部分可能就有它的 Charging Network， 然后 Insurance 这些，对吧？这些就属于服务的部分，它又是另外一种的一个业务，对吧？那 Energy 它自己是一个系统。那未来的一个 Robotaxi 它又是另外一个大的一个估值的一个系统。OK， 所以为了整个把它具体的去进行业务的拆分还有估值的话呢，我就把它们处于不同阶段的一个业务，还有根据它们盈利模式上的一个差别，
把它分成6个估值的segment， 然后分别进行估值，最后再把它们加到一起。OK， 那这边呢，像是绿能的一个点数，我没有去估它，因为在之后几年这一部分的收入可能就不存在了，因为其他的厂商也是开始进行电动车的一个产能的一个提升，所以他们也不太会需要去跟 Tesla 去买这方面的一个credit 一个点数。另外的像是Elon讲到的，说是把车的晶片作为一个算力的一个提供，还有他们自己的data center 去做一个算力的一个提供觉得这个商业模式还是太远了，而且我大概进行的 research 发现它其实不太合理。OK， 所以这份我就不太去提。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6个大的业务去给它进行一个大概的一个估值。OK。那第一个就是车用的部分这部分呢，我们就先对 Tesla 它的一个 revenue 的一个size 一个 scale 有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它年化的一个 revenue for 车的部分的话就是83.1个 billion， 我把它的绿能点数的这部分的收入给它去掉了因为它过2年可能就没有了。OK， 那 margin 的话呢是15.4%， 如果相对于一个传统的一个造车的公司来讲的话呢，它这个 margin 是很高了那对它自己来讲，这个 margin 相对于之前是有降低因为它有一个降价的一个过程嘛。OK， 那它的 EBITDA 的话，大概1年就是 9.2 个 billion不到10个 billion 这样子。那如果我们给它车用这部分去进行估值的话呢，我觉得一个 base case 可能就是像 BYD 比亚迪这样的一个公司，对吧？平均的话就是10几倍的一个 EBITDA， 大概就是138个 billion 这样子。我觉得它不太会到一个没有增长的一个状况。那 15% 的一个 growth， 我是觉得它之后可能会有一个 Cybercab 的一个慢慢开始量产的一个状况。那50% 的话呢，就是 Cybercab 它量产的非常快产能爬升的非常快，那可能会有50%。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它整个车用的一个multiples 可能就会变得不一样了。但这是 bull case 了，它可能就会来到350个 billion。OK， 那这是第一部分车用的部分。那第二部分的话就是 energy generation 和 storage， 就是它的一个能源储能的一个业务那这部分它年化的一个 revenue 是 13.7 个 billion， 那成长是非常的快的40到50%， margin 也非常的高 31.4 个 percent。 OK， 那这部分的 base case 我们给到它25倍的一个 EBITDA， 那如果是 bull case 的话呢是40倍的一个 EBITDA， 我觉得其实也算是合理。 OK， 那它就是在75个 billion 到120个 billion 之间这样子。因为像目前 data center 对于电力的一个需求那整个这个 TAM 是在持续的一个扩张当中，而且成长非常的快。那这整个市场的一个成长就是在40个 percent 左右。那 Tesla 作为这方面的一个领先的一个玩家，它的一个增速在40到50个 percent， 我觉得非常的合理。OK， 那这部分的估值就是这样子，比较简单。第三个部分呢就是 services and network， 那这部分的年化的 revenue 是 13.9 个 billion， gross margin 是 10.5 个 billion， 其实不算高因为这里面margin 比较高的就是它的supercharging charging network 还有 insurance 这部分的 margin 比较高，剩下的像是二手车的一个售卖还有其他一个维修什么的其实margin 都不算高，所以这整个这部分的一个估值呢，其实对它的因素影响最大的就是它的一个charging 还有 insurance。那如果像 Robotaxi 它之后开始大规模的一个运行那整个像是charging 还有 insurance 这部分的需求都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这边的我们的 base case 就是给到它说2年之后我们先用2年之后的状况给它进行估值，之后再折算回来。2年之后的话呢，我们就假设说有50千个，就是5万个一个 Robotaxi 它开始运行这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估计那 bull case 的话呢，我们就是假设说之后有2个 million 的一个200万个一个 Robotaxi 开始运行那这部分就比较 aggressive 一点。那同时呢，那像 unsupervised FSD 就开始完全释放，开始让大家解锁，那很多市场那有可能会打开一个更多的一个销量的一个增长，对吧？所以整个 fleet size 就是整个 Tesla 它在世界上整个跑的这个车的一个数量就非常大的决定了这部分的一个收入所以 Robotaxi 对这部分业务的一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它是否能成功也影响了这部分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增长。那 base case 呢，我就给它到说4倍的一个 sales 吧，就是它 Robotaxi 开始有一个小规模的一个运行，就是5万个 Robotaxi 的一个在运行的一个状况。那如果是 bull case 的话呢，我们就给它6倍的一个 sales， 这样的一个 multiples。那这种状况它的一个 revenue 其实也是非常的高OK， 那2027年的一个 valuation 算完之后呢，我们再把它折回到2025年。那这部分我应该是用15% 的一个discount rate 把它折回来的吧。那折回来的话呢，base case 就是 89.3 个 billion。那
bull case 就是263.1个 billion。那 bear case 我是觉得不太会出现呢，就是说你 robotaxi 根本就是不可行的我是觉得不太会出现。OK， 那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它的估值是非常低的，可以忽略不计了，这样子。OK， 那这是第3个部分。第4个部分就是 software 部分的第一个 FSD。那 FSD 呢，它目前是有2种卖的方式第一个是订阅制那每个月是99 USD。99美元，对吧？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在买车的时候就直接去购买整个 FSD 的一个套装，它就是8000 US dollar， 对吧？那它对于这部分影响因素最大的就是它的一个 total fleet， 就是你有多少个 Tesla 在世界上跑，对吧？同时还有它的一个 take rate， 就是有多少 percent 的一个Tesla 车会选择去购买这个FSD。对吧？那第3个最大的影响因素就是它的 licensing， 就是说 Tesla 它目前的一个 FSD 还没有完全解锁unsupervised， 就是完全不需要监督的一个 FSD， 对吧？当它解锁之后呢，可能就会吸引到很多其他的一个厂家像是福特像是GM， 他们就可能会说 OK， 那我去购买你的 FSD， 我自己就不要去做研发了，对吧？你就把它 license 给我，我去用，然后我每年付你钱，这样子。或者我按每台车给你去付钱，那这部分其实也会是一部分收入。所以我们在估值的时候就是有这3个变量吧，一个是说它整个 fleet size 会有多大，另外一个就是它 take rate 可能会不一样，那另外一个就是它的 licensing valuation 可能也不一样，所以这部分其实就也是非常取决于它的 FSD 是否能够成功到怎样的一个程度，对吧？那 base case 我们就是预估说它2年之后2027年它的一个 take rate 可以来到25%， 它目前可能只有12% 吧。我是觉得他们在2年之后大概率是可以解锁无监督的 unsupervised 的一个 FSD， 当然这有监管方面的一个变量了，但是我预期是可以。那 take rate 25%， 那 licensing 的话呢，我们就是给它大概估一个20个 billion 的一个valuation。 OK， 那 bull case 的话呢，我们就假设它 take rate 是45% 那 licensing 我们给到大概125个 billion 的一个 valuation。 那折回到2025年的话呢， base case 就是119个 billion， bull case 就是448个 billion，那 bear case 就是23个 billion， 就是和现在没有任何的一个变化。那这部分是 software 的 FSD 的一个 valuation 的变化。第5个部分就是最有趣的部分，就是 software robotaxi。看到很多估值在对Tesla robotaxi 进行估值的时候，它是用 Uber 还有 Lyft 这样的一个ride hailing， 就是轿车的一个平台去对它进行估值，对吧？我觉得不太合理，因为目前像 Uber 还有 Lyft， 他们其实打车其实并不便宜，对吧？成本方面是受限于说你要去付司机的一个薪水，对吧？那你的成本就是很高，所以大家可能还是会选择说，我就选择公共交通了，甚至说我就自己去驾车，对吧？可能更便宜。但是 Tesla 他们现在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说，把 robotaxi 的一个价钱压到非常的低，对吧？那因为你没有司机在嘛，你就是一个软件在运行，所以它成本非常低的时候，这整个市场就不是说现在的一个 ride hailing， 就是这样一个轿车的这个市场，而有可能是说目前在驾车的这些人，他们可能就选择说我不要买车了，我就去做 robotaxi 就可以了。那这整个 TAM 的一个扩大就非常非常的不一样了。像目前的一个 ride hailing， 像是 US 的话，他们的 Uber 还有 Lyft， 他们就可能只占整个total vehicle miles， 就是大家驾车的这个整个里程数的1% 左右，非常非常的低，对吧？那这个思路打开之后呢，我们就会在一个更大的一个 TAM 下面去估值，去对robotaxi 进行估值。OK， 那目前的一个状况呢，我们先看一个就是整个 TAM 的一个潜在市场的一个数字，好吧？2030年的话呢，我们是预估说 US 它会有3.5个 trillion 的一个total vehicle miles， 就是它整个驾车的一个里程数包括自用的车，也包括轿车。OK， 那像 global 整个世界的话呢，就是25个 trillion。那目前的 ride hailing 它的渗透率只有 1.2%， 还有2% 是保证全球的，会比美国要高一点。那对于 robotaxi 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非常大的，你只要把它的渗透率往上拉一点点，它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所以这边我们去估值的话呢，我们在 base case 我们是假设说他们是可以占到比如说整个 US 市场的20%，那对全球来讲的话呢，可能就是3% 这样子，其实很小了，对吧？如果是 bull case 的话呢，我们就是假设说它可能可以来到整个 US 的50%，或者说是全球的一个7到8%。那这个其实在我来看，其实它也不是说非常大的一个 percentage 那不管怎样，我们就把它当做是一个 base case 和 bull case 来进行分析，好吧？那
Profit margin 呢，我们就分别用40%和50%。那这部分我们就只是用20倍的一个 PE 去对它进行估值哦。那估下来的话呢 ，base case 就是4.5个 trillion，bull case 的话就是14.4个 trillion。那 bear case 的话呢，就是320个 billion。那这是2030年，我们把它折回到2025年的话呢，我们用25%的一个非常高的一个 discount rate 去 buffer 它一个失败的一个风险，或者说监管方面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看下来的话 ，bear case 就是105个 billion base case 是1.47个 trillion。Bull case 是4.72个 trillion。OK， 那目前我是觉得说 Robotaxi 它就是特斯拉目前最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valuation 的一个 jump。OK， 6个部分就是 Optimus。那这部分呢，目前我们就是用base case 我们就用管理层management 他们给出来一个指引就是在2030年1年可以量产1个 million 的一个Optimus Robot。OK，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下，我们给它一个它的成本大家是预估是20K USD 对吧？那 profit 我们也算是20K， 好吧？那30倍的 PE 我们去估它，可能在2030年的时候就是600个 billion。那 bull case 的话，这边我们盈利的方式有点不一样。那这边我们是假设说，Tesla 它把它的 Optimus 去把它租给别人去使用。那租给别人去使用，可能就可以替代一个劳动力嘛。那一个劳动力1年的一个薪水可能是50千 US dollar。那租给别人去使用的话呢，就是它每年可以替换掉一个劳动力嘛？那1年租金，比如说50千 US dollar，可能他自己的一个硬件的成本还有维护的成本，他可能1年下来10千，所以他每个 robot 它的盈利就可以来到40千US dollar，大概这样子。所以 base case 和然后 base case 和 bull case 我们分别给它30倍还有40倍的一个 PE， 那估下来的话呢，就分别是600个 billion 还有3.2个 trillion。Bear case 就是说2030年。它只能够量产10万个Optimus。OK， 那这个时候给的 PE也比较低，20倍的 PE， 所以它就只有20个 billion。那折回到2025年，它的估值的话呢，可能就分别是Bear case 5.4个 billion，Base case 161个 billion，Bull case 是860个 billion。这部分我给它的一个 discount rate 是30%，因为它这部分的成功的一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因为还比较远，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是相信特斯拉最终是可以去量产 Optimus， 而且他们可以做的他们的 AI Brain 比别人做的都要好，它能否成功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然后你会发现这个估值其实对时间非常敏感，因为你看的是现在的价值。如果说你几年后你去看它的估值，可能就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目前还存在一些从0到1的一个变化，它的估值的模型会变化非常多，估值也可能会有量级上的一个变化。所以大家在看这些估值的时候，真的只能把这些数字当做参考而已。那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特斯拉它整个6个业务它的一个估值加总起来，好吧 ？Bear case、base case 和 bull case。然后我们发现它整个估值的范围其实差别非常非常大，对吧？就可能是0.3个 trillion 到6个 trillion 的一个区别。所以浮动还是非常大的，像我刚才讲的，它还有很多从0到1的一个变化还没有发生，所以从根本上来看，就是你是否会相信它的这些 vision 会实现，它的 Optimus， 它的 Robotaxi 是否能实现。OK， 那对应着这些估值的话呢，它的股价就分别是 Bear case 的话是83块，Base case 的话呢是577块，Bull case 的话呢是1878块，大概这样子。所以目前我看特斯拉股价，我是觉得还 OK 当然它确实有一个很大的假设，就是 Robotaxi 它很快它在5年后就是能够成一定的规模。OK，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假设。那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视频我们去看待特斯拉的时候，其实我们去看的是一个可以解锁物理世界 AI 的一个机会。那物理世界的 AI 它的 TAM 会比Digital AI 的一个 TAM 它的潜在的市场要大很多，它是一个几十倍的一个差距，所以它的股价你相对于Digital AI 的一个龙头，它的一个市值的潜力是比 Google 还要高很多很多的，所以它才有这么高的一个 PE。看起来很疯狂，但是你仔细想一下就觉得OK maybe it makes sense， 对吧？那至于说特斯拉到底适不适合去投资，我觉得这真的非常非常主观了对我来讲，我觉得特斯拉他们在做的事情，像是 Robotaxi 还有 FSD 还有 Optimus， 我觉得他们成功是时间的一个问题。那这中间股票的波动是非常非常大。那我自己来讲，就是我放一定的仓位就放在那边，然后这个仓位不能太大，我也不太去管它。当特斯拉股价掉得很低的时候，我可能会考虑去买一点，但是很高的时候我就不会去买，可能也不太会去卖大概这样的一个心态。如果是刚刚接受投资的，我觉得是，如果你又相信特斯拉，我是觉得你把它的仓位放得非常非常小，不要影响你的心情，这是最重要的。
OK，那这就是今天我关于 Tesla 一个估值框架的一个分享大家如果对于估值方面有更多的一个想法，还有想要讨论的地方，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那今天就到这里，我是 J，我们下次再见，拜拜。